Hello， 各位，我是小易，欢迎收看我一个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vlog。视频有点长，可以点个赞，方便下次接着看哦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凌晨2点到达阿尔木图机场，很爱这个和寂静岭一样的世界。本来以为可以找个地方睡觉，结果一整个引用 White Street。怎么凌晨2点半的机场会这么多人呢？凌晨2点半的 X 都没这么多人。我的航班是早上的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找个缝躲藏起来睡会儿。Lana Del Rey was hiding。天哪，我衣服怎么成这样了？有点像流浪汉了。乌兹别克不愧是中亚5国里边旅游业最成熟的国家，真的有在注意一些细枝末节。这个飞机的安全宣传片都拍得很好哎，有在结合一些当地特色。这里真的特别好笑，可能因为中国和这里的贸易合作比较多，落地就感觉像个巨大的中国城，半个电话卡前后左右全都是中国人，而且国外很少看到共享充电宝啊，这里好多。出站之后也到处是蓝客的司机一直跟着你，感觉好像到了什么广州南站、深圳北站。我在乌兹别克的青旅，在塔什干住的这家青旅，在网上好评比较多，环境确实蛮不错的哈，很温馨。前台的姐子人也很好，带我溜了一圈。这个走廊忽明忽暗，好像洞穴一样。房间只有我一个人，它是2张床，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住，真的好爽，相当于很便宜，就住到了一个单间，想睡上面睡上面，想睡下面睡下面。接着就来塔什干抓饭中心干饭了。是的，他们抓饭竟然很有中心。虽然他们 SKU 不多哈，但是每一种口味都特别好吃，是用这种超大的锅子统一做，可以自己在柜台点单，也可以坐下等服务员帮你点。物价非常美丽，好像也就20块左右一份，而且满满都是肉，所以一到饭点这就是人山人海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人来的话，要么就错峰，要么就只能找他们拼桌。可以吗？这么多人？因为这里有2个抓饭中心，我选择打车去另外一个。车在桥上走，旁边是闪光的电视塔，怎么感觉有点像广州啊？这一家在塔什干电视塔下面，好像规模是最大的。这个锅子就比刚才那个要深多了。你们看一下，它这边超多人，这个是2楼，然后下面1楼全都是人。对，他为什么不给我餐具啊？我向他要了，他还是没给我。不会真的要我手抓吧？在这边点菜，我整个就是连蒙带猜。这个就是你们的 yogurt salad 吗？我还以为是什么水果捞之类的，结果是一碗酸奶加一点黄瓜丝和不知名香料。这个樱桃汁也是，我以为是一杯，结果是一扎。我的好哥哥，你是不是把我当成牛了？但是有2个好消息，第一个是它真的很好吃，这个抓饭巨香；第二个是它真的蛮划算的，大家可以3秒钟弹幕猜猜这几样加在一起一共多少钱？结果买单58000索姆，人民币大概33块，这也太划算了吧！广州，小广州，它这个电视塔附近也不是很繁华，你看。它这个4周都是也没有什么小店啊什么的，就是房子也是破破的。从远处看到一个建筑特别亮，我想这是啥呢？一看，英语学校，难怪乌兹别克的英语水平哈萨克斯坦好那么多呢。晚饭之后 City Walk 一下真的好舒服啊，而且因为前2天刚下完雪嘛，树枝在那个路灯照射下特别有氛围感，美的嘞！准备在这拍个转场，结果一脚踩进了水坑，真好，又是爱这个世界的一天。第2天起床干饭喽！这家青旅很划算，而且还是含早餐的。在这随便找个地方坐下之后，厨房的白发阿姨就会把你的早餐端过来给你了。天哪，这个糖我感觉致死量啊！这个得多甜啊！这个叫什么？藜麦是藜麦吗？毛毛也和我们一起吃早餐哦。接着换酒店了。我一个人出来玩的话，一般是2天青旅1天酒店这样搭配。入住退房2天都可以用它的健身房，而且还可以洗衣服，也不至于花太多钱。现在这个气温真的变化莫测。前几天我来的时候你还记得吗？大雪飘飘的，现在你看这个大太阳。今天晚上来逛乌兹别克的巴扎，他们的巴扎长得有点像那种巨型的蒙古包，他们的分布都差不多，总共2层，1楼卖牛羊肉、乳制品之类的，2楼就是各种干果。在外面看到好多摊位都在卖这种黑乎乎的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可能是他们的当地特产吧。老板用勺子给我尝了一口，我的天，甜到忧伤，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均衡的甜。巴扎原来卖的是兆丰果品的，石家庄的。准备坐地铁去他们的 Magic City 啦，因为塔什干是苏联时期的第4大城市嘛，它的地铁建得还蛮好的，跟阿拉木图不一样，他们整个城市只有1条地铁线，当然就是重在参与。塔什干这个地铁还是蛮多人的，我想拍点视频，好家伙，手都举不起来。咱们出走半生，美美回到了广州珠江新城。前面这个就是乌兹别克当地的迪士尼。天哪，这真的还不错耶，这个是免费的，这有点像武汉的蜀河汉街。天哪，塔什干，小广州，小武汉。哎，押韵了。夕阳下看着空气还挺有感觉的耶。来都来了，拍个照再走吧。我来的时间也特别好哎，刚好是太阳落山，夕阳从城堡的门洞下照过来，这是我不花钱可以看的吗？闪现第2天，今晚深就要退房了。顺便闲逛，发现路边莫名其妙超多人排队，而且多数都是年轻人，也不是什么免费领鸡蛋的。天哪，这是要干嘛呀？这个队伍都排到
拐了好几个弯了，这什么啊？难道是要排中足浴桑拿吗？这个热闹快凑定了，结果走到队尾才发现这是俄罗斯大选的境外投票站，这些都是俄罗斯公民来排队投票的。家人们，圈子不同别硬融哈。晚上坐火车准备前往第2站萨马尔罕。乌兹别克的铁路系统做的还蛮好的，很方便，虽然肯定还是没有中国好哈。他们火车站的那种候车区小小的，座位只有少数的几排，差不多到时间之后自己出去找车。他们的车票是一个 PDF 文件，上车之前给检票员看就好了。他们这个车厢的条件其实还可以，而且最普通的座位都有小零食发放。敢相信吗？这个就是我今天晚上我在萨马尔罕住的青旅，60多块钱一晚上，因为它长得像景点一样的。哇哦，好好看呢！怎么进去啊？那个老爷爷说我走的地方不对。看看这个楼梯，谁懂我屎一样的笑点。那个 no smoking 罚款了才60块钱人民币，这个物价。家人们，刚起床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门是可以打开，我以为是个衣柜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才发现，这个窗子也可以打开。我才知道，哦，这可以下去吗？应该不能下去。然后外面就是昨天晚上夜晚我到的地方。这个老板成天在那个里面看电视。我今天早上才发现，这是我昨天晚上住的那个青旅，然后对面就是那个 Register Square， 你看他们这么近啊，就在对面，难怪他们建筑风格这么像。但是一个是青旅，一个是景点，这个好奇怪呀！它这个栏杆上只是说 Ticket Office， 就买票，我也没有看到有 Ticket Office， 然后这个也是开的，就可以直接进去，也不用买票。哦，刚被后面的警官抓包了，他让我去买票。天哪，家人们，原来那个要在那边买票，这个应该是随便放的。终于找到了，我刚才走到那边去了都。这个，你说。怎么回事？不欢迎我进去。Jeffrey， 笑死我！刚让这个小哥帮我录一段视频，结果发现没有点录制。这个小哥笑死我了，他说我看起来很大方，所以过来搭讪。在帮我拍了几段视频之后，表示我可以花钱找他讲解。谁能想到我的包里就几块钱呢？咱们美白嫖几段视频，只留下花香就走了。走出去之后，碰到一位当地的英语老师，带着一群小孩子，心情好好啊。原来我不是讨厌小孩，我是讨厌哭喊打闹不听话的熊孩子。这种乖巧听话的还是很喜欢的。在旁边的饭馆吃饭，想点一个沙拉，一盘烤肉。我看到菜单牛羊肉上面有个价格最贵的菜叫多拉多整体，我猜可能是烤肉拼盘之类的吧，就点了，结果端上来一整条鱼。翻开一看，鱼肚子里竟然还加一块橙子，家人们，这能好吃吗？橙子鱼，这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吃整条鱼，没办法，100多块钱呢，它也就相当于抓饭中心吃3顿吧。晚上的雷吉斯坦广场会有灯光表演，很多人会聚集在这等着，因为晚上也不用买票，在远处观看反而体验会更好。看完就在旁边找家正经的烤肉拼盘吃吃吧。看起来好好吃呀！不过它这个孔也太小了吧，这个料撒都撒不出来，要撒到何年何月啊？这动作好像也很自然。当天晚上凌晨2点出发，坐卧人多呀！可恶的青旅，找了半天。不过这个青旅条件还挺不错的，老板也有点像哆啦 A 梦。哦，这样的。这里晚上也超级美，而且旅行淡季也没有几个客人，感觉特别放松。而且那天晚上我还在这儿边吃披萨边直播了一次，但可惜直播录像没保存下来。有没有当时看过那场直播的家人啊？弹幕扣个1。这个青旅我自己去。吃完去逛逛中亚孤独星球的封面，琼米娜经学院。怎么说呢？感觉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精装朋友圈。它在封面上看着很宏伟壮观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居民区里面不怎么起眼的建筑，而且旁边就是可口可乐的广告牌。这个广场就是大家一直说的3件套。你看前面还有我身后，这个是2个经学院，然后对面远处是一个喀隆清真寺和喀隆绚丽塔。走进来这2个。这是没有修完还是它的颜色掉了？哎，有点好奇，这个小门推进去会有什么？天，里面有写着
天呐，地上竟然有行小字，喜欢 YYH 的点个关注，好好奇。Sorry，Lo siento。言归正传哈，我发现国外旅行还有一个爽点，就是在当地最后一天啊，发现现金还没花完，这时候花钱就感觉不是自己的钱一样。天呐，这个烤肋排真的很香，凌晨1点半前视频快要给我馋死了。在布哈拉的最后一个下午，阳光非常明媚，因为相传这里是阿凡提的故乡，所以在布哈拉广场上有一座阿凡提和毛驴的铜像。不管白天还是夜晚，不管什么时候去，旁边都排着大批游客排队跟他合照。我的手机只剩下1%的电，但是一点都不慌，因为我觉得害怕跟担忧都来自于陌生。这片地方我这一天已经来回走了 N 次了，很熟悉了，所以手机自动关机也没事。我回到青旅给手机充电，老板说不着急，充完电给个好评就行，他帮我付钱打车去车站。但我发现他是个 I 人，我坐下来之后他就默默骑开了。充完电一看，大哥在门口睡得很香，我从旁边小声走了出去。乌兹别克有缘再见吧。